Right， 再三消息，这个就是2026年款的 Toyota Harrier， 现在从289千起，这个是 CBU from Japan， 从日本整装进口的 Toyota Harrier。So 如果你去买Langkawi的话 ，tax free 价格是183,800块起。那大家都知道 CBU from Japan 的日本车通常都会被课高昂的这个进口税，还有国产税等等等。那当然，这个 Toyota Harrier 在2021年推出的时候，就是第4代的 Toyota Harrier， 那时候是250千左右，所以它为什么会从250千一路上到289千？当然，这2021到2026间中做了一些小升级。你知道吗？升级版 upgrade 这样子，但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已经不是用 2.0 liter dynamic force 引擎搭配这个 direct shift 的 CVT 变速箱。那今天要讲的这个是全新的 powertrain， 马来西亚全新啦，是 2.5 liter 的 HEV 系统。那 HEV 就是 Hybrid Electric Vehicle 的缩写，也就是 Toyota 第4代的 Hybrid System， 2.5 liter。这个自然进气引擎搭配 eCVT 的这个变速箱，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引擎能够输出多少的这个动力。这具 2.5 liter 4气缸引擎提供178个 PS 和221 Nm， 电动马达有120 PS 和202 Nm， 综合马力217个 PS， 而之前的 2.0 liter 只有173个 PS 和203 Nm。 那虽然 CC 更大，但油耗更低，因为这一个 Harrier HEV 主打 4.7 liter per 100 km， 也就是 21.2 公里 per liter， 然后它的极速是180 km per hour。 那作为一个 HEV 它的电池非常的小，大约只有 1.6 个 kWh， 所以它不需要 plug in， 它不是一个 PHEV， 它只是一个 HEV， 也就是所谓的 self charging。 所以油箱的话呢，它是55公升。那这一套 Toyota 的 2.5 liter HEV 系统也是所有 Lexus 350H 版本用的那一个混合动力系统。那因为这个底盘在设计之初就为 Hybrid 做准备，所以它的行李箱空间同样是409公升，不会像一般的 Hybrid 这样子牺牲掉底部空间，而且它的地板底下还有一个 Space Saver 的备胎。那车重的话呢，这个 Harrier HEV 是从1695公斤起，比 Non-Hybrid 的重了大约85公斤。然后回到轮胎的尺寸，同样是225/60 R18， 然后它采用的是 Bridgestone Alenza HL33， 就是 Highway Luxury 轮胎。那这个 Alenza HL33 比 Alenza 001更加舒服，更加安静，它是一种巡航型的 SUV 轮胎。因为考量到 Hybrid 车都是很注重 Rolling Resistance， 所以它要有更低的滚动阻力。然后这个 Alenza HL33 也主打高速的胎噪声非常的低。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Toyota 为这个 Harrier HEV 采用了 Acoustic Glass 双层玻璃。那除此之外呢，这个2026的 Toyota Harrier 在它的车厢里面内饰跟整个萤幕然后还有天窗一些设备也进行了升级这样子。所以相信大家都知道在过去Toyota Harrier 跟 Lexus RX 是同义词，然后后来他们各自走各自的路。所以当大家想到 Harrier 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更加高级的 Toyota， 比 Camry 稍微高级一点点，然后就是有 Toyota Alphard 的高级，有 Toyota Wildfire 的高级，所以 Harrier equals to atas， Harrier equals to luxury equals to premium， right？ 所以这个2026的 Toyota Harrier 2.5 HEV 这个189千的 289千的 Toyota Harrier， 你一上车踩下 brake 按下 power button， OK， 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很美的 12.3 寸电子仪表板。所以当你在切换驾驶模式的时候，它会整个一起变化。这个我们在过去几年的 Toyota 新车型都有看到。
那再来呢，这个就是 Apple CarPlay 跟 Android Auto， 而且是 wireless 的无线 Apple CarPlay 的，打比这个不是12.3寸的 JBL 娱乐系统，这个是8寸的，然后你 click 里面的 button， 它里面的功能就跟我每一次去Hokkaido租的 Toyota Sienna 一样的东西，或者 Toyota Yaris， 就是这一个娱乐作业系统，所以我觉得这个毕竟它 CBU from Japan 嘛，所以整套东西都是从日本进来，就是日本规格的巴叉呀，这个祖传的电视机啊，它的那个 bezel 啊大到3根手指，你知道吗？我们讲 bezel 要多薄没有？3根手指都可以下，所以250件的时候也是这个8寸的荧幕，289件的时候也是这个8寸的荧幕。据说是因为我们的 volume 不够，就马来西亚一年可能就卖300到不知道300、500、1000辆，就这个量不足以让日本那边觉得说它可以给我们全餐啊。而且它卖到250，它可能加一个 screen 给你卖到270、80，它就卖不出了。我不懂是不是这样子啦，可能是这样子。But 俗话讲Apple CarPlay 遮三丑啦，有了 Apple CarPlay 你就可以盖一粒眼睛一粒啦 ，OK， 没有看没有伤害。So除此之外呢，椅子有这个发热椅跟通风椅都是有独立的按钮可以调整，然后因为是一个 HEV， 所以有 EV mode， 有多种驾驶模式，方向盘就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Soft Touch 有这种缝线皮革，然后因为这个版本它是有 Moon Roof 来的，它是 fix， 它不可以打开，然后这个照后镜它是有 digital 的啦，毕竟都卖289千了嘛，所以除了这个之外，很多东西都要给你这个满配。现在有2个 memory seat， 一个给老公，一个给老婆，多出来一个人就不能坐了啦。然后 heated steering wheel 发热的方向盘也是有，然后这边有这个鹰仔飞这个 Toyota Harrier 的 logo。以前那个老鹰是在车头的嘛，现在老鹰就意思放这边给你知道，这是一个 Toyota Harrier。除此之外。我觉得这个椅子的颜色，整个皮革可以再更高级一点。比如讲，你给我 brown color 给我一点，我要一点那个呢嘛，那个你知道那个，它就少了那个东西，就所有东西就很单调。289千 ，OK 啦 ，OK，not bad。那当然，今天这集非常简短，主要是跟大家 update 一下，如果在2026年你想要跟 UNW Toyota， 你想要跟 Toyota Malaysia 买一台全新 CBU from Japan 的 Toyota Harrier， 你至少钱包里面要拿出289千起，才可以买到一台原厂 Official Warranty Official 的这个 Toyota Harrier。那回想起2021年卖250千的时候，其实还是可以卖，你可以看到那个数据还是有，但是大家都知道，在马来西亚市场上，你要买到一台 Harrier， 你的这个方法有很多，但毕竟我相信很多人还是会要跟 Toyota Malaysia 去买，因为原厂的 warranty。原厂的整个设备等等啦，所以有什么东西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底下讨论，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个2026的 Toyota Harrier HEV 会不会是你心目中的选择？如果你有接近300千的预算，你会不会去购买一台最新的 Toyota Harrier Hybrid？ 所以我是在最喜欢我的影片，记得 follow Instagram account， 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 and let's go。OK， 所以我刚才把2个 baby car seat 放在了
后排过后，我就发现到这台车子它不是一个称职的 family car， 它 more on 一个 keep rolling， 很烂啊，难讲啊。keep rolling action。所以我刚才把这2个 baby car seat 放在了后面过后呢，稍微调整一下，我就发现到这台车子它可能不是这么适合作为一个 family car， 它比较适合 business 商务用途这样子。因为你看因为它的车包做到非常的厚所以变成你放了2个 baby car seat 过后，我整个人是这样子了。当然我不是第一次把2个 baby car seat 塞在 SUV 的后面，不过其他的 SUV 不会像 Harrier 这么窄。那主要是车包很厚，然后后面的空间也不灵活虽然它的椅背是能够调整倾斜程度的，可是你放 baby car seat 那个 reclining seat 对你来讲是没有用的，因为你放 car seat 的时候，你的 reclining 不可以太斜，因为你太斜，你的 car seat 是没有办法固定着的，就会硬这样子，所以你就要给它比较直这样子，所以变成就没有用了。所以真正放 baby car seat 最有用的呢是这个 sliding seat 就是椅子可以向前推、向后推，那这辆车子都没有，它就是这样 fix 吧。OK， 所以现在我有一个奶瓶，我要放哪里呢？放不下，旁边也放不下，这边也放不下。OK， 所以放哪里呢？这边又没有 cup holder放前面。OK，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还没有睡觉的弟弟。弟弟 ，hello， 弟弟。